他的手機會自己撥打電話，每天撥打2000次，他都換了5個新手機了，但是沒用。即使買完手機剛出門，電話就開始自動撥打起來。慢慢的，一家3口的手機都出現了這種問題，但手機並沒有中病毒，這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潰，而且電話都打給了親戚朋友。朋友說有時候1分鐘就能接到20個，剛接通就掛斷。有一個朋友還是開餐廳的，電話非常耽誤工作，給朋友道歉成了他們一家人的日常。手機不僅會自己打電話，有時還會發短信，關鍵短信內容很驚悚，還說這種現象一般都出現在晚上。於是節目組決定等待，但1夜過去，手機並沒有出現自動打電話的情況。節目組又安裝了多個攝像機，全程監控。第2天，兒子的手機率先打起了電話，兒子想拿手機給鏡頭看，剛走2步，手機自己就掛斷了。與此同時，大叔的手機收到了一條短信，上面寫着去世很久的父親名字，這就非常驚悚了。節目組仔細觀察錄像後，終於發現了端倪。錄像顯示，奇怪的現象都發生在兒子拿着手機的時候，只有當他拿着手機，手機才會自動撥打電話。父親手機上的短信也是在他拿走父親手機後才收到的，而且每次都是兒子第一個發现這種現象。通過這些反常的舉動，節目組認為兒子就是始作俑者。心理醫生還發現，兒子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很老練，看起來是策劃好的，而不是簡單的心理問題。節目組把兒子請了過來，想要套路他一下。經過一番詢問，兒子終於憋不住了，承認了自己的所作所為。那他為啥要這樣做？兒子說別人都覺得他沒用，正好他了解到一款遠程控制別人手機的軟件，用軟件控制了父母的手機。剛開始呢，覺得整蠱家人很好玩，而且家裡就他懂智能手機，父母都很依賴他，這也讓他獲得了心理上的滿足，才開始一直惡作劇。父母得知真相後很震驚，要求兒子向親戚朋友道歉。電話之謎總算解開了，但下面這只狗狗又出現了新問題。這只狗每天都要偷鞋，還專偷有腳氣的鞋子。奶奶的鞋就經常无缘无故的消失，大冬天只能光腳走回家。節目組来到他家，奶奶卻讓工作人員離門口遠一點。不一會兒，門口就出現了一只狗，他仔細聞了聞，確定是奶奶的鞋後，叼起來就跑。工作人員趕緊追，眼看就要追上了，狗狗丟下鞋子開溜了。奶奶說，狗狗好像時刻監視着自己，每當脫下鞋，沒一會兒就被他叼走了。不過還好，狗狗每次把鞋藏在固定的地點，奶奶都可以找到。現在他每2天去撿一次，這樣正好能撿回1雙。奶奶很困惑，為啥他只偷自己的鞋？節目組猜測，可能是奶奶的鞋气味獨特。接着還做了個測試，讓村民把鞋子都放在一起，看狗狗會如何選擇。只見他從頭到尾聞了一遍，很快就分辨出了奶奶的鞋，接着又叼走了。這次呢，節目組讓奶奶穿1雙新鞋，看狗狗還能不能分辨出來。奶奶穿着新鞋走了1圈，脫掉鞋子進屋後，狗狗就出現了。它像之前一樣挨個聞，很明顯，新鞋對狗狗的迷惑性很大。狗狗稍微有點猶豫，確認再三後，還是挑出了奶奶的新鞋。那它為啥痴迷於偷鞋？寵物醫生說，狗狗把偷鞋當成了一種遊戲，認為偷鞋可以吸引人們的注意，進而得到人們的關愛。不過要論奇葩，還得看下面這個。每到深夜，酒吧裡就會出現滿地的便便，花盆裡的土被刨了出來，衛生紙也被撕得粉碎，到處都是一片狼藉。關鍵呢，錢也沒有少。酒吧老板覺得這應該不是人，節目組決定近距離觀察。等了好久，牆壁上突然傳來聲音，一塊泡沫板在自行移動，工作人員都快嚇尿了，壯着膽子繼續觀察。這時，一只毛茸茸的腦袋探了出來，原來是一只黃鼠狼。只見它來到草坪上一陣翻滾，這也太舒服了吧！隨後就開始找酒喝。黃鼠狼很警惕，時刻都在觀察門口的情況，但它拉的便便越来越多，店主很苦惱，決定用笼子把它抓住，先在笼中放入食物，接下来只需要等它上鈎。晚上黄鼠狼再次出现，直接就被食物吸引了，但它非常谨慎，在入口徘徊了很久，最終没能抵擋住誘惑，但是呢，並沒完全鑽進去，留了一半身體在外面，叼上一塊食物就退了出來。這也太好吃了吧！吃完後沒忍住，又鑽了進去，這次呢，完全鑽進了籠子裡，吃完才發現中了圈套，對着入口一頓撓，沒想到還真被它撓開了。工作人員看得目瞪口呆，決定再試一次。黃鼠狼這次猶豫半天都不敢進去，但大雞腿實在太香了，還是鑽了進去。這次呢，成功抓到了它，隨後把它帶到野外放生了。好了，我是预備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。
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他把一坨便便鎖在了保險箱裡，還說這坨便便價值1000萬，而裡3層外3層的打開，這不就是塊石頭嗎？但他說這是鯨魚的便便，叫龍涎香，高檔香水就是用這玩意兒做的，比黃金還要貴10倍，一克就能賣3000塊。便便呢是在自家魚塘發現的，他本來也以為是石頭，沒想到啊扔在水裡竟然飄了上來，哎，這就很神奇了。上網那麼一查，哎，和網上說的龍涎香非常像，這不一夜暴富了嗎？工作人員聞了聞，哎，確實沒什麼臭味，難道真的是龍涎香？朋友們都覺得這是真的，但村裡老人說啊，他們這片根本就沒出現過鯨魚，哪來的鯨魚便便啊？說再多都沒用，接下來直接找專家。專家說這玩意兒很稀有，一般100只鯨魚裡面只有1只鯨魚體內會有龍涎香，這其實就是鯨魚體內的結石。專家對着便便一陣猛聞，還做了個簡單的測驗，各種特徵非常符合，初步判斷這可能就是龍涎香。大叔那是越聽越興奮，但專家說還需要進一步採樣化驗。一番分析後，大叔滿懷期待，然而結果卻顯示這並不是龍涎香，只是一個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。大叔的寶貝瞬間一文不值，妻子安慰大叔，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糧。那泡沫就給接了。然而下面這個小哥也把不值錢的東西當成了寶貝，他能用各種蔬菜當樂器。只見他掏出胡蘿蔔就吹了起來。工作人員還是不相信啊，他也不廢話，直接啃了一口。不僅如此，什麼紅薯、山藥、西葫蘆、土豆，甚至大蒜都可以吹出曲子。而且用蔬菜當樂器的好處就是餓了能直接吃。接着用西蘭花又吹了一曲，還用山药做的樂器吹了一個。然而把蔬菜做成樂器也不容易，首先就要保證蔬菜的新鮮程度。在冰箱拿出一根硬邦邦的萝卜，先用工具把萝卜掏空，然后在表面打孔，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，还要不断測試音準，一點點調整孔洞大小。節目組決定升級挑戰，拿來了西瓜、雞蛋和大蔥。小哥輕蔑一笑，啊，就這，手起刀落就把3樣食物變成了笛子。沒想到啊，還都吹響了。現在有個問題就是樂器的保鮮時間太短，一旦蔫了，音色就不純正了，一般用完就要被妻子拿來做成菜，或者打成蔬菜汁喝掉，因此每天都要重新買新鮮蔬菜，這成了一筆不小的花費。他現在呢已經到了痴迷的程度，甚至在工作中也要做樂器，拿着一顆洋蔥就開始制作，同事都被震撼到了。不過要說奇人，那還是得看下面這位大叔，他能在頭髮絲上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他腦袋裡長了蜘蛛，每天都要用吸塵器吸出來，這些就是從鼻子裡吸出來的，吸出來的時候都是活的。他覺得腦袋裡一定有個蜘蛛窩，甚至還在不停地產卵。這些蜘蛛天天都在他的腦袋裡面爬，把他痛苦了好幾年。為了緩解疼痛，他不停地敲打腦袋，還要去碾碎正在腦袋裡到處爬的蜘蛛。辦法想了好多，醫院都去看過了，但依然不能解決問題。長期的痛苦導致他從150斤降到了現在的100斤。他認為徹底把蜘蛛消滅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火化了，和蜘蛛同歸於盡。為了幫助他，大家找來了專家。專家仔細觀察吸出來的蜘蛛，發現這些蜘蛛竟是不同品種的。專家還說蜘蛛根本不可能在我們體內生存，但大叔卻不能接受這個觀點，因為自己實實在在的能感受到蜘蛛帶來的疼痛。他覺得專家根本不能理解自己，實在沒辦法了。大家又帶他來到了大醫院，經過內窺鏡仔細檢查，還是找不到蜘蛛的任何蹤跡。然後又推他去照 CT， 片子看了半天也沒有發現問題，真的是奇怪。結果沒想到在他走了之後，醫生卻無意在片子裡看到幾個奇怪的白點，還真有點像一個什麼東西做的窩。他回去之後症狀依然沒有減輕，蜘蛛反而變本加厲地折磨他，他只能猛地往身體裡面灌藥，在鼻子裡面也塗藥水。他整夜無法入睡，甚至在吸入煙霧後捂住鼻子，想把蜘蛛燻死。雖然這樣自己也不好受，但是總歸能讓蜘蛛消停一點。不久後，醫生把他請了回去，想看看他的腦袋裡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。經過儀器查看，
發現原來那白色的東西是他年輕的時候做頸椎手術留下的固定器，并不是什麼蜘蛛窩。那蜘蛛到底是哪兒來的？大家研究了半天，發現蜘蛛是從他吸塵器的縫隙裡面鑽進去的，也就是說這些蜘蛛本來就在吸塵器裡，一切都是誤會。解決了這塊心病。2個月後，當大家再次見到他，精神面貌已經遠超過去，成為了一個正常人。這貓有個怪癖，連醫生都大為震吃。主人又把泡菜和米飯拌在一起，給他做了個泡菜拌飯，但小白很挑剔，只吃了拌飯中的泡菜，一粒米飯都沒吃。主人說小白是流浪貓，剛撿回來的時候他什麼都不知道，才知道這貓喜歡吃泡菜。主人也很聽話，回家就給小白做了泡菜味的貓糧，把貓糧和泡菜混合在一起。沒想到啊，天生傲骨的小白竟然配合吃了起來。那就希望小白盡快戒掉泡菜，做個正經貓咪吧。整條街只有這棵樹，每天早上都會劇烈晃動，鳥都不敢在此停留。往下一看，才發現有個大叔在瘋狂地拿頭撞樹，哐哐1分鐘就要撞60次，都撞出血了。大叔卻說這樣對身體好，腦袋鍛鍊完，肩膀也不能少，拿出藥膏隨便塗一塗就好了。這樣真的不會痛嗎？大叔輕蔑一笑，說自己已經鍛鍊5年了，還讓記者摸摸看，果然已經練就出了厚厚的老繭。大叔還一臉傲嬌，勸大家不要模仿，否則很可能腦袋開花哦。這條街上的店主都說，每天都能看到大叔撞樹，就沒見過額頭不流血的時候。不過呢，還是心疼這棵樹多一點。大叔看起來一身的暴力，工作起來卻非常安靜，為啥會選擇這種奇葩的鍛鍊方式？大叔表示自己以前是拳擊手，因為比賽打得不好，根本賺不到什麼錢。為了養家糊口，他脫下拳擊手套，拿上錘子，成為一個修鞋的。由於攤位所在區域治安很差，經常發生一些打架鬥毆的事件。為了防止別人找自己麻煩，他決心變成一個狠人，讓別人都知道自己不好惹，所以就開始了這種奇葩的鍛鍊方式。節目組決定給大叔一個驚喜，帶他來到拳擊館，面對久違的沙袋，大叔躍躍欲試，熟練地纏上繃帶，和陪練一陣切磋。畢竟久戍戰場，看得出來力不從心，但大叔還是很開心，這是自己的夢想啊。大媽每天買一隻公雞，卻從來不吃，一到深夜就把雞放在陌生人的店門口，連續4年從未間斷。店主說從來沒見過真人，剛開始也沒在意，直接就吃掉了。接下來的幾天，每天都能收到一隻，可奇怪的是，附近其他店都沒收到過雞，這很明顯和自己有關。他嚇得不敢再吃，這很像是一種詛咒啊！懷疑是同行嫉妒自己的生意，惡意放在這裡的。店主決定把自己經營的中餐廳改成麵館，並把菜單中關於雞的菜品全部下架。即使這樣，每天早上雞還是準時出現，從不缺席。這下店主更慌了，大家決定偷偷安裝監控，找到這個放雞的人。一直等到深夜，監控中出現一位可疑人員，他神色慌張，四處張望，確定沒人後，放下雞轉身迅速離開了。店主嚇得不敢說話，因為這人他之前就認識，好像就住在這附近。大家檢查了沿街所有監控，果然發現了他的行蹤，最後走進了一棟公寓。大家決定在公寓樓下蹲點，等了整整1天，在傍晚時分終於等到了大媽。大家趕緊追了上去，質問大媽為啥要這麼做，但大媽一口否認，簡單丟下一句我什麼都不知道，接着快速跑開了。記者一路追，大媽終於頂不住了，說出了2句讓人摸不着頭腦的話。요새 사람 다 하고 사는 사람이 세상이 아니야? 아무개라도 다 사랑하고 사는 세상이 아니야? 這是啥意思呢？原來是大媽認為來韓國工作的人不容易，看到中餐廳就有種莫名的好感，覺得應該幫助來韓國的中國人，分享一點自己的愛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與名。在大家的撮合下，大媽和店主終於見了面，溝通下來誤會解開了。店主現在可以放心經營中餐廳，大媽也不用以這種怪異的方式繼續散播愛了，省流。我覺得像劇本。大媽家出現了不應該出現的東西，就在她拔牙回家後，家裡就憑空出現了一包牙齒，參差不齊的，足足有20顆，其中還有好幾顆爛牙。牙齒是大媽整理櫥櫃時發現的，剛開始還以為是乾燥劑，仔細一看差點嚇死。這牙比正常人類的牙齒小了很多，真的是人類牙齒嗎？牙醫看了一眼，說不僅是人類牙齒，而且還是小孩的乳牙。一個人一般就有20顆乳牙，而這一包恰巧就有20顆，從形狀上判斷，應該就是同一個人的，很明顯是專門收藏起來的。一聽說是乳牙，大爺很不理解，因為老兩口根本就沒有孩子，最近也沒人來過家裡，那為啥會出現在自己家呢？這會不會是某種詛咒呢？隨後記者在家裡發現了蹊蹺。10號這天，日曆上標注的行程是去看牙醫，大媽說那天確實去拔牙了，自己記性不好就在日曆上做了標注，那會不會是她不小心從診所帶回來的呢？大媽卻一口否認，大家也不確定她有沒有健忘症。為了排除這種可能，接着來到牙醫診所，調出了監控，確實沒看到大媽拿走任何東西。那牙齒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？聊天中得知，這房子是他們租的，1年前才搬進來的，而且房東就有個孩子。大家瞬間醍醐灌頂，這牙齒8成就是房東孩子的。接着聯繫到了房東，一問才知道，這牙齒確實是他家小孩的，當時搬家忘記拿了，一切都是虛驚一場。大叔每次做飯要先洗一盆碎玻璃，洗完再加上幾勺白糖，直接就端上了餐桌，放着一桌菜不吃，他卻只想吃玻璃。老婆怕他吃死了，
想讓大叔吃一塊玻璃就上一口菜，但大叔根本不听，玻璃直接成了他的主食。一天吃的玻璃可以填滿2個啤酒杯，現在還越來越離譜，上班都要帶着滿滿一杯玻璃碴子，沒事就趕緊拿出來吃一塊，走到哪都帶着。下班後就去玻璃店挑選零食，挑挑揀揀弄了一大袋，回家還要根據口味給他們分類，不同厚度的玻璃吃起來口感也不一樣。醫院的點滴瓶是他的最愛，吃起來酥脆有嚼勁，燈泡吃起來就差一點，不過呢也很爽口。記者忍不住問他，到底為啥要吃玻璃呢？沒想到大叔卻反問起了記者：那你為什麼要吃飯？為什麼要喝酒？為什麼要抽煙？喊咖喱嘛，這個嚼一口非常香。這把記者看得一愣一愣的。大叔你冷靜點啊喂！來到晚上，大叔去聚餐，他只是端起了空酒杯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議地看着他，因為他直接把酒杯給吃了。老闆說每次他來吃飯，飯店酒杯就會少好幾個。酒足飯飽後，大叔也終於說出了吃玻璃的原因，都是因為20年前的那件小事。當年大叔還是個初入職場的毛頭小伙子，剛簽了一個大合同，正在陪客戶吃飯，由於自己不能喝酒，被客戶一番羞辱，說他不爺們。這話傷了大叔的自尊，一氣之下吃起了酒杯，就這樣一吃還吃上癮了。現在大家都想知道他身體真的健康嗎？沒想到啊，大叔卻在醫生面前表演起了吃玻璃，醫生直接嚇得不敢看，啥也別說了，直接上儀器檢查吧。檢查發現大叔其實有腸道問題，醫生說大概率就是吃玻璃導致的，雖然目前看起來問題不大，但還是要停止這種行為，否則會導致腸梗阻，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。大叔天天擦玻璃，卻怎麼都擦不乾淨，也不是愛乾淨，是因為最近換了窗戶後，玻璃上就憑空出現了一個奇怪紋路，紋路非常清晰，看着就像一個巨大的指紋，怎麼擦都擦不掉。即使換了窗戶，這指紋仍會重新出現，因為大叔的房子在深山裡，難不成真的有什麼不明生物偷偷留下的嗎？裝個監控看看吧。一夜過去了，怪物沒出現，卻出現了更怪的事，指紋憑空消失了。大叔卻並不驚訝，說之前也發生過這種情況，只要是晴天，指紋就會消失，反之陰天指紋就會很明顯。大叔說再等等吧。來到傍晚，這指紋果然準時出現，有人懷疑是傍晚室內外溫差變大，從而在玻璃上出現的冷凝現象，但這東西根本擦不掉，而且只出現在這一塊窗戶上，所以不可能是冷凝現象。那現在怎麼辦呢？大家去找賣家諮詢，賣家說了一些有的沒的，一副不耐煩的表情，最後說可能是廠家用吸盤搬運玻璃中留下的痕跡。大家又來到玻璃廠家，果然就看到了這種搬運玻璃的專用吸盤，吸盤也確實會在玻璃上留下痕跡，但這種痕跡是能擦掉的，跟大叔家的根本不一樣。就在大家一籌莫展之際，瑕疵品玻璃的存放方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上面出現的紋路和家裡指紋不能說是很像，只能說是一模一樣。廠長解釋說，剛生產出來的玻璃很熱，需要在下面墊上一層厚厚的油脂，大家隱隱感覺這層油脂可能就是謎團的關鍵。帶着油脂找到專家，專家分析半天，又說了一大堆我聽不懂的。總之結論就是玻璃上的紋路還真是油脂印上去的。剛開始紋路還是能擦掉的，但一些瑕疵品玻璃在露天環境中存放時間一長，這紋路就會深深印在玻璃上，是很難擦掉的。工廠為了利益最大化，會把這種超大的瑕疵品玻璃做成小一點的窗戶玻璃。恰巧大叔買的窗戶玻璃就是用這種瑕疵品做的，於是就出現了這種怪現象。至於這紋路在晴天時消失，是由於溫度升高導致的。知道了怎麼回事，這下不用再換玻璃了。大媽家出現了不應該出現的東西，就在她拔牙回家後，家裡就憑空出現了一包牙齒，參差不齊的，足足有20顆，其中還有好幾顆爛牙。牙齒是大媽整理櫥櫃時發現的，剛開始還以為是乾燥劑，仔細一看差點嚇死。這牙比正常人類的牙齒小了很多，真的是人類牙齒嗎？牙醫看了一眼，說不僅是人類牙齒，而且還是小孩的乳牙。一個人一般就有20顆乳牙，而這一包恰巧就有20顆，從形狀上判斷，應該就是同一個人的，很明顯是專門收藏起來的。一聽說是乳牙，大爺很不理解，因為老兩口根本就沒有孩子，最近也沒人來過家裡，那為啥會出現在自己家呢？這會不會是某種詛咒呢？隨後記者在家裡發現了蹊蹺。10號這天，日曆上標注的行程是去看牙醫，大媽說那天確實去拔牙了，自己記性不好就在日曆上做了標注，那會不會是她不小心從診所帶回來的呢？大媽卻一口否認，大家也不確定她有沒有健忘症。為了排除這種可能，接着來到牙醫診所，調出了監控，確實沒看到大媽拿走任何東西。那牙齒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？聊天中得知，這房子是他們租的，1年前才搬進來的，而且房東就有個孩子，大家瞬間醍醐灌頂，這牙齒8成就是房東孩子的。接着聯繫到了房東，一問才知道，這牙齒確實是他家小孩的，當時搬家忘記拿了，一切都是虛驚一場。這裡的人窮的只剩下了錢，每天要去擺攤賣钞票，把錢當廢紙論斤賣，個個都是億萬富翁，卻吃不上飯，甚至有人被活活餓死。他們每天拉着成捆的鈔票去擺攤，一沓沓現金就像冥幣一樣，隨意堆放在地上，沒有任何安保措施，根本不擔心被搶。這一幕發生在索馬里蘭的一個鈔票交易市場，
這裡是全球唯一的鈔票交易市場，交易過程也很簡單，不需要點鈔機，也不需要驗鈔機，都是论斤賣，一般1斤能換1美元，偶爾多個幾斤幾兩也沒關係。攤主有時會多送一些，來挽留回頭客。家家戶戶堪比私人銀行，即使有1億現金掉在路上，也沒人願意撿，因為自己家的錢都賣不完。更奇葩的是，這個國家不被國際社會認可，在任何世界地圖上都沒有這個國家，所以他們的鈔票在世界範圍來說不具備任何價值。他們使用的貨幣叫索馬里蘭先令，於1994年由國家銀行發行。由於官方隨意印刷貨幣，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，貨幣連年貶值，出現錢不再值錢的局面，買顆白菜可能都要花個上百萬，所以他們更願意把當地貨幣兌換成美元，於是就有了賣錢這一奇葩景象。這裡人口非常稀少，就業率很低，當地經濟主要以畜牧業為主，由於氣候炎熱少雨，經常出現乾旱的現象，導致飼養的牲畜大量死亡，周圍環境一片蕭條，即使在首都也沒有任何繁華的景象，反而顯得髒亂差，大部分地方破敗不堪，很少能見到水泥路面。索馬里蘭的人窮得只剩下錢，卻仍舊吃不上飯，令人唏噓不已。他的眼睛會噴水，倒上一杯汽水，直接用鼻子喝，喝完捏住鼻子掰開眼皮，只聽吱的一聲，一道細水柱從眼角噴了出來，噴出了2米遠，足足持續了5分鐘。這還沒完，他又拿出一個氣球塞進耳朵，捏住鼻子後，氣球竟然一點點的變大，耳朵直接成了打氣筒，不一會就把氣球吹爆了。接下來他又表演了其他幾個絕活，都是在眼睛射水基礎上延伸出來的。他說做這些就是為了好玩。之前看了一個狗血韓劇，非常感人，但很奇怪，看着看着家裡的天花板突然開始漏水，但外面並沒有下雨啊。原來不是天花板漏水，是自己的眼淚噴出来了。這才知道自己還有這種絕技。從此他開始不斷挑戰自己，從剛開始噴得很短，慢慢到現在能噴2米遠。現在他還要做個更大的挑戰，用眼睛噴水滅蠟燭。結果噴出來的水流太小，沒有成功，對着鏡子左看右看，不應該呀。接着打了幾個噴嚏疏通鼻腔，又試了幾次還是不行。原來小哥是感冒了，他表示等自己好了會繼續挑戰。聽說世界紀錄能噴4米，自己準備刷新下。校長當着全校師生的面竟然表演起了雜技，把氣球塞進耳朵，捏住鼻子後氣球瞬間就爆了。不僅如此，把軟管一頭插入耳朵，另一頭對準蠟燭，一口氣就吹滅了20根。拿紙巾靠近耳朵，紙巾被吹得來回擺動，大家都懷疑他耳朵裡安了個吹風機。大叔微微一笑，說其實很簡單，只要捏住鼻子用力憋氣就行了。攝像小哥試了試，果然有用，很快就掏出來一大坨耳屎。這項才藝對大叔来說非常有用，只要涉及吹蠟燭的環節，那必須要用耳朵。兒子也熟悉大叔的套路，輕車熟路地接過軟管對準蠟燭。對大叔來說，蛋糕上加點耳屎才美味。他說做這些就是為了好玩，小時候就喜歡吹樹葉子，有次吹着吹着，一坨耳屎竟然飛了出來，正好落到朋友嘴裡，這才知道原來自己耳朵還會出气，從此都沒再掏過耳屎。大家都覺得他耳朵裡的構造肯定和普通人不一樣，來醫院一看，他耳朵和正常人的還真不一樣，並不是真有什麼特異功能，而是有缺陷，輕微的鼓膜穿孔，所以在捏住鼻子憋氣的時候，气體就從鼓膜裡漏了出來。長期這樣做的話，對鼓膜傷害很大，最終可能會導致耳朵失聰。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。這佛像每天在流血，從額頭到後背都不斷往外滲，這血越滲越多，看着嚇人。他們把佛像放在太陽下，用攝像機對着，這血就在眾目睽睽之下滲了出來。佛像裡面看來有東西啊，用榔頭一敲，裡面發出的聲音更讓大家確信，佛像裡面絕對裝滿了東西。佛像是別人送他的，剛開始就額頭上有一點點液體，大媽也沒多想，順手就給他洗掉了。但他萬萬沒想到，接下來佛像全身都開始滲血，才明白過來這佛像不對勁。大媽這下徹底慌了神，因為聽說佛像流血淚必有大災。在記者的幫助下，找到了木雕師傅。師傅捧着佛像左看右看，也懵了，說從來沒見過會流血的雕像，感覺這更像是一種詛咒。這下大媽更慌了，最後實在沒辦法了，大家找到專家對佛像進行取樣檢測，結果顯示佛像表面有很多細小的孔洞，滲出的粘稠液體其實是樹枝，也就是說這佛像就是用一整塊松树樹枝做成的，而且裡面也没有干透，所以才会一直滲出紅色的樹枝。聽到這裡，大媽終於鬆了一口氣。她每隔半小時就要換一雙襪子，包裡每天都裝着10多雙襪子，外加一條毛巾。同事都覺得她有病，而她確實患有非常嚴重的多汗症。有多嚴重呢？大家做了個測驗，不到3分鐘，汗水就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冒了出來，甚至直接滴了下來，雙手每時每刻都像剛洗完一樣。這還不算什麼，更讓她尷尬的是腋下的汗珠多到能直接流出來。看恐怖片的時候，雙手簡直成了水龍頭，被子一濕一大片。腳上的情況也同樣嚴重，這給她的生活帶來了極大困擾。每天出門包裡必須要裝10多雙襪子，方便隨時換一雙。因為手滑，臨時包裝根本撕不開。想玩一會遊戲，結果觸屏就沒反應了。下班回家呢，指紋鎖卻識別不出來，用過的鍵盤鋪上紙巾，瞬間就浸濕了。鼠標也像剛洗完一樣。寫工作報告，
汗水都會順着筆尖滴下來。小姐姐表示，這些她都能接受，最讓她難過的是別人的嘲笑。從小就被人叫做小師妹，她的夢想是當一名廚師，做日料、手握壽司之類的。因為多汗症，她不得不放棄了夢想。說着說着就哽咽了。小姐姐也去過很多家醫院，都沒有找到多汗症的確切原因。最後小姐姐也想開了，既然無法改變現狀，那就接受它，接納不完美的自己。最近還做起了直播，大方展示了自己的多汗症。我覺得小姐姐很值得我們學習，保持樂觀的心態最重要。大叔把西瓜供了起來，每天還要給西瓜燒香磕頭，甚至還帶他去做了 CT。據大叔說，這西瓜成精了，當時買的時候好好的，瓜農也說這瓜保熟，沒想到僅過了1個晚上，它就長出了嫩芽，生長速度肉眼可見。西瓜表面沒有任何腐爛的跡象，嫩芽是硬生生從裡面頂出來的。自從西瓜發芽後，他家裡還發生了很多神奇的事，感覺身體都變年輕了，認為這些都是西瓜帶來的好運。這下好了，大叔更不敢吃了，直接供了起來，每天還要給西瓜磕頭。這事很快就在村裡傳開了，就連種了一輩子西瓜的大爺都是第一次聽說這種事。村民議論紛紛，有人就認為西瓜一定是被高人加持過，成精了。為了搞清楚怎麼回事，節目組帶西瓜來到醫院，準備給他照 CT， 反復照了幾次。醫生說從片子上可以明顯看到，西瓜內部已經腐爛了，和正常西瓜對比下，這一片黑黑的就是腐爛部位。只要有合適的溫度和濕度，種子就有可能在內部發芽，最終冒出來。總之這是非常罕見的。得知真相的大叔尷尬地笑了笑，直接把西瓜丟在了陽台，說以後不会再磕頭了，希望新芽能好好生長，到時候就可以吃新鮮西瓜了。村裡老人每天不吃飯也要來這條小溪裡泡一泡，他們說小溪裡的石頭會按摩，用手摸一下，肌肉就會劇烈跳動，酥麻的感覺瞬間傳遍全身。流過石頭的水好像也有魔力，村裡人像瘋了一樣泡在水裡，說泡完神清氣爽，有的還會把這水接回家，一臉笑意的表示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。記者忍不住了，說什麼都要感受一下。我嚴重懷疑這家伙是演的，韓國人都這個屌樣，但他信誓旦旦地說自己真的有被電到，不過感覺挺爽的，甚至還有點上癮。節目組攝像大哥看不下去了，你這演的太假了，你當觀眾是傻子啊？我來試試，這也沒事啊。靠，攝像大哥表示自己真不是演的，這石頭真的帶電啊。接着他們摸了摸旁邊的石頭，沒有任何感覺，整條小溪只有這塊石頭會讓人產生酥麻的感覺，好像真的存在某種磁場和能量。節目組請來專家，專家也被電了一下。為了尋找答案，大家順着溪流往上游走，發現了一間房子，看樣子很久沒住人了。剛想进去了解情況，卻被門把手電了一下，用電筆一測，果然有電。看來這房子漏電了。拉下電閘後，神奇的事情出現了，那塊石頭不再讓人產生酥麻的感覺。原因很明顯了，這座房子漏電，電流傳導到了石頭上，所以才會讓人產生酥麻的錯覺。維修好了電路，石頭也變成了普通的石頭。沒想到村民卻很傷感，這麼舒服的按摩以後再也享受不到了。你們真是造孽啊！凌晨3點，奶奶卻不停地往地板上潑冰水，說這樣做完全是為了保命，還說她家的房子會自己加熱，室溫常年64度，把平底鍋放地板上，不開火就能把雞蛋煎熟，水龍頭流出的也都是熱水，牆紙都燒焦了，往牆上潑水還會發出滋滋的聲音，不小心碰到都能燙個水泡，在屋裡站一會就會汗流浹背。不僅如此，臥室的溫度竟達到了70度，這睡一覺還真有可能會死。為啥會這麼熱呢？起初都以為是加熱器出了故障，檢查後發現加熱器根本就沒插電，所以不可能是加熱器問題。大家又覺得那肯定是電路方面的問題，接着檢查了所有電路，結果一些正常有可能的因素都排除了，但還是找不到問題所在。奶奶熱得根本睡不着，只能不停往地板上潑水來降溫。鄰居們對此議論紛紛，有人說房子下面有溫泉，還有人說房子下面有地獄之火。一時間關於他家的謠言越來越多，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？就在節目組測量外牆溫度時，意外發现電表的溫度異常高，即使在斷電後，它仍在工作。看來這電表有問題啊！打開電表的瞬間，火花四濺，原來這電表漏電了。專家說房子高溫很有可能就跟漏電有關，隨即對房子裡裡外外研究半天，終於知道了怎麼一回事。原來這房子是鋼架結構的裝配式簡易房，當電表短路時，整個房子都是導體，產生的熱量會通過鋼架傳遞到整個房子，所以才會出現超高溫的現象。幸虧發現的早，不然煤氣罐都有可能發生爆炸。隨後維修人員找到粘在一起的電線，經過修復，一切恢復了正常。這下終於可以好好睡一覺了。